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疯狂动物城2票房上涨乏力，39亿成难题，肖战新片或成最大拦路虎。双休日带来的短暂回暖，并没有改变整体走势。随着工作日到来，观影人次明显下滑，影片热度随之降温，票房曲线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肉眼可见的走低。39亿的预测票房目标，如今已经变成一道难以翻越的关卡。更关键的是，日观已经易主，上映仅3天的《德贤景致》票房迅速突破 1.8 亿，在排片与票房两端完成了强势分流。电影市场的蛋糕就这么大，而《疯狂动物城2》被持续分流，几乎已成定局。真正的最大拦路虎，正是这部看似低调却后劲十足的《德贤景致》。01蓝小龙书写小人物故事，黑色幽默别具一格。德贤景致处处都打着蓝小龙的标签，荒诞叙事、黑色幽默、解构英雄、非类型化的叙事，让故事跳出了沉重、悲壮的风格，耳目一新。这部电影讲述了南京沦陷后，一路逃亡到歌止镇的百姓与闯入的日军殊死搏斗的故事。在南京照相馆，侵略者将南京城变成人间炼狱，而逃出的去的百姓已经攥住了一次生还的机会。但是德贤景致却告诉我们，这场浩劫给百姓带来了多么沉重的创伤。莫德贤、肖战是一家4代同堂，却只剩下年迈的太爷杨新明士与年轻的莫德贤。太爷被刺激后变得神志不清，只守着牌位，想着杀日军。莫德贤的儿子在战火中出生，耳朵听不清，在才能跑动的年纪却认为活到5岁很长，太爷怎么还活着？甚至写出的第一个字是死。他们和其他百姓一样，见证过死亡，胆战心惊地活着，活得更小心翼翼。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战火未息，歌止镇也并非世外桃源。莫德贤说，从南京逃出来的人不该有侥幸，他们在山村中得来了喘息之机，但也每一日都在搏命，都在恐惧中渴望和平。影片没有用血腥渲染伤痛，伤痕却早已经刻在了普通人的身上。这部电影有着悲壮的底色，聚焦于战争中的小人物，风格质朴直白，也毫不掩饰对侵略者的憎恶。大河原引正是用中文对莫德贤说感谢，但却用日语交代下属，只要莫德贤鞠躬就射杀。当他们生命受到威胁时，喊着投降，和平的嘴脸令人作呕。枪口对准额头的日军被击毙，而放下铁叉的百姓却被杀。虚伪、冷血、泯灭人性，残暴龌龊。影片最后，苟延残喘的大河原依旧说自己确认过方向，这里就是五镇。侵略者从不觉得自己错了，所以不将他们的罪恶彻底绞杀，便没有宁静。影片中不同的行为选择形成了对照，而几次生死关头，侥幸逃过一劫的人都印证了同一条道理：麻木与躲避并不能逃出升天。向死而生的绝地反击，才能换来生还的机会。可以说，这部德贤景致的质感远远超出预期，细腻的镜头语言，充满隐喻的设定。微观战场刻画了平民的生存哲学与国人骨子里血性，信息量爆炸。02肖战扛大旗，尹正、廖凡演技发力。不仅剧情值得逐帧揣摩，这部电影中演员的发挥也没有让人失望。作为男主的肖战，这次表现有惊喜。他饰演的莫德贤，
皮肤黝黑，微微佝偻着背，但这还只是他融入角色的第一步。一次次目睹杀戮时，他脸部的肌肉失控的颤抖，将内心的恐惧具象化。看着与自己互对的萧衍牺牲，他的眼中落下一滴泪，流过满脸沙土血污，眼神中悲痛令人心痛。肖战这次的表演情绪饱满，微表情细致，发自内心的共鸣与情感爆发，不仅能让演员入戏，同样也打动观众。其次是影帝廖凡，他在电影中客串了歌止镇中一位卖货的村民，在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中失去警惕，他松弛自在，带着点漫不经心。面对闯进镇上的日军，他还没意识到危机，嬉皮笑脸的开玩笑。直到他终于懂了莫德贤的暗示，表情与动作都变得格外僵硬，拔腿就跑，但却惨遭杀害。虽然出场不多，但廖凡生动的演绎让人记住了这个角色。最后是尹正，他在电影中一出场差点没有认出来。尹正饰演了一个日军士兵，用蹩脚的口音说着中文，举着枪对准男主，眼神阴鸷，恶狠狠地威胁他带路。难怪尹正说现场的人只有卸了妆才愿意和他玩，看到他的表演状态很难不带入角色形象。初到歌止镇的盛气凌人，最后溃逃时的疯疯癫癫，尹正将这种转变演绎得相当丝滑。除此之外，影片中还有彭昱畅饰演的萧衍，杨新明饰演的太爷，他们演绎的角色也相当出彩，全员演技在线，群像鲜活。疯狂动物城2带给观众的是轻松、欢乐与治愈，但德贤紧致带来的是震撼、余痛，以及无法轻易抽离的沉思。当战火撕碎宁静，当百姓的伤疤被再次揭开，这一次，他们不再只是承受者，反抗的火种从个体开始，最终形成燎原之势。他们踏出的每一步，都是生存的重量。这段历史不会因为时间而模糊，它必须被记住，也必须被看见。而正是这种无法轻易消费却极具精神重量的内容，让德贤紧致成为这个档期最不可忽视也最难绕开的存在。